海童说道，也是有大姨在就有个主心骨。凤家的事我们知道的都不多，对凤家也没有什么感情。大姨却是凤家的人，是我外婆的长女。虽说她和我妈小时候就离家了，但凤家于她来说仍旧是她的家。最主要是大姨很厉害，我还没有嫁给你之前，就听说过我大姨的厉害了。知道商氏集团能有今天，有我大姨一半的功劳。本来我还担心我姐的，你这样一说，我也不担心了。战印拥着她本就不用担心管理大公司的经验，我们个个都有，每人教一下大姐就行了。海童笑，不用你们教，我姐夫会教她的。你们呀，就别和我姐夫抢活干了。战印也笑，笑过之后，他在海童的额头轻轻地亲了一下，再将她拥紧。童童，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就是听了我奶奶的话，娶了你。我两个好哥们也该谢谢咱们俩，要不是咱俩结缘，他们俩还得打着光棍呢。他不娶海童，苏南就不会认识沈小军，陆东明估计也不会娶到海玲。虽说海玲第一次见到陆东明时，是因为他不小心碰撞到陆东明的车，但没有战印和海童的话，陆东明和海玲就不会有后续。海童打趣他，那你去找你两个哥们，讨要媒人红包，跟他们说，他们能结束单身贵族的日子，多亏了你娶了我这个好老婆。战印再次低头，在他红唇上戳了一下，宠溺的笑，那是他们俩多亏我娶了个好老婆，不仅我自己结束了单身，也带着他们结束单身贵族的日子。明天我就向苏南索要媒人红包，小心苏南现在就请产假，让你累死。沈小军怀孕的月份比海童多1个月，她现在已经8个多月，还有1个月左右估计都会生了。苏南现在拼命催战印，近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处理的，赶紧让他处理了，等到沈小军生娃，他是要请1个月的假照顾他老婆的。要是公司不忙，他还想请3个月长假呢。说什么小孩子出生后，就是前面3个月最不好带，担心沈小军带娃会累着。战印说他家里早就提前请好了照顾宝宝的保姆，就是照顾沈小军的月嫂也都请好了，就等着宝宝出生了，哪里需要苏总亲力亲为啊？苏南回他一句，自己带的孩子跟自己亲。战印还能说什么？他都不敢多说几句，就怕苏南反驳他，因为海童过2个月也要生的了，到时候他这个战大总裁大概率也会亲自上线，当个尽职尽责的奶爸爸。苏南跟我说他也要休产假，他又不生娃，他老婆生孩子，我给他1个月假照顾他老婆就很不错了。他还想像公司那些女人休产假一样，休上3个月甚至半年的，那样我怎么办？我也想休产假。童童，咱们的宝宝出生后，咱们有空也要亲力亲为带娃，这样孩子就跟我们亲了。战印想到他们兄弟从小都是爷爷奶奶带的，个个都是跟爷爷奶奶亲，哪怕也孝顺尊敬父母，但感情始终淡一点，没有对爷爷奶奶那么深厚，那样亲近。母亲就说过，他第一次上幼儿园，从幼儿园回来，父母以及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们都等着他，在他下车后撒腿跑向家人时，母亲先蹲下身去，张开双臂等着他扎入他怀里，结果他直接越过了母亲，奔向了奶奶。等奶奶抱过他后，他又要爷爷抱，完全忽略了父母以及叔叔们，因为他们都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带他陪他。小孩子嘛，都是谁带就跟谁亲的，像洋洋一样，因为陆东明经常带着洋洋出去玩，陪伴洋洋，洋洋就跟陆东明亲，比亲父子还亲。这不，周家有了危机感，担心陆东明抢走洋洋。海童恩着，那是我肯定要自己带他，保姆帮忙搭把手就行，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带。你呀，你上班赚钱，有了孩子要多赚点奶粉钱。哈，我带过洋洋，他是我一手带大的，有带娃的经验。战印笑，咱俩加一起有几百亿的家产了，还怕没有奶粉钱呀？我不管，
孩子出生后，我就要在家里带娃，当奶爸，陪着你，照顾你月子里头，你啥也不用管，只管休息好，睡好。我那么多弟弟，轮到他们挑大梁了，我挑了那么久，也累了，想休息休息。说着说着，战印的大手落到海童隆起的肚子上，心疼的道：老婆，孩子还没有出生。我就开始心疼我孩子了，他是他们这一代的老大呀。咱们家基本上都是老大接班的，接班人真的好累。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最是清楚。真不希望咱们的孩子也那么累，但那是他的责任，他的使命，没办法的事。这一胎还是儿子好一点，那么累的活儿可不能让闺女累着。战印这样自我安慰，要真生的闺女，他就要让老二接班，反正闺女是宠着的，不能累着。现在说那些还太早，说不定咱们的孩子资质平庸，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当接班人呢。你底下还有8个弟弟，以后他们都会结婚生子。假如每人都生2个孩子的话，一共就有18个小辈。谁知道哪个小辈的能力最出众？贤者当接班人吧。你是老大，你的能力也是最出众的，所以才会让你当接班人。我想你若是不够出众，家里长辈是不会让你挑大梁的。战印的爷爷海童没有见过，只在战印珍藏的相册里看到过。那是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爷爷，但眼神却犀利得很。他老人家亲手抚养长大的孙子，谁的资质最好，他老人家心里有数。海童敢说，战爷爷挑选接班人，并不是考虑长子长孙的，而是考虑谁的能力足够当接班人，然后着重培养那个接班人。再说了，咱俩都是有事业的人了，就算咱们的孩子不接管战氏集团，咱俩的生意他还能跑得掉，一样要接班的。他的公司不够大，生意做的也不算最大。战印的个人公司却是实力雄厚而庞大，虽不及战氏集团，但胜过很多大集团。战印笑道：说的也是，那就没有办法的事了。他生来就是给我战家当接班人的，说不定咱们的孩子资质一般呢。战印再次亲了他一下，自信的道：不会，我战印的孩子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都说虎父无犬子，我这么优秀，我的孩子不会差的。海童轻捏一下他的脸，你还真自信。现在说这些都还太早，孩子还没有出生呢。老公，睡吧。海童打了个呵欠。战印嗯着，睡吧，你先睡，我要看着你睡。海童闭上了眼睛，很快就重新进入了梦乡。那边的海玲还在和丈夫煲电话粥，聊了大半个小时。海玲从丈夫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励，她压在内心深处的焦虑一下子无影无踪。她是没有当大家族家主的经验，也没有管理大集团的经验，但她可以学啊，还有那么多人帮助她。谁的经验都是从零到有的，人生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东明，打扰你休息了，我现在心情好了很多，我想睡一会儿。海玲歉意的道：等我回去好好多谢你。陆东明在电话里柔声说道：咱们是夫妻，跟我那么客气做什么？你有心事，愿意向我倾诉，信任我，我就很开心了。不要说多谢我的话，真要谢我的话，就你懂的。海玲笑：我也是为了你的身体好。陆东明这个大龄剩男成家后，有了老婆热炕头，有点瘫痪，他双腿还没有完全康复。海玲也是担心他的身体，他瘫痪时，他拒绝配合。每次看到他欲求不满时，海玲哭笑不得。我身体好得很，虽然我是比你大几岁，我以前经常锻炼身体，身体很好的，底子好得很，医生都是这样说的。医生说他要不是底子好，不会恢复得这么快。在陆东明看来，他还没有康复，因为他还无法完全脱离轮椅，但在医生看来，陆东明恢复得很好。很多人像陆东明这样，没有几年时间都好不起来。
陆东明从车祸到现在还不足1年，已经能走一小段路了。海玲笑，好好好，你身体很好，等你完全康复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的哦。我说到做到。睡吧，老公，我爱你。陆东明在电话里乐开花，老婆，我睡不着。你的一句我爱你，我乐得找不着北，哪里睡得着呀？海玲很少会对他说甜言蜜语，他总觉得海玲对他的爱没有他对他的爱那么深。海玲嫁给了他，但还没有办婚礼，哪怕整个管城的人都知道海玲是他陆东明的合法妻子，这是他让人到处去传的，否则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和海玲领了结婚证。陆东明是抱得美人归，他依旧没有安全感。他想，可能是没有办婚礼的原因，有空就拼命做复健，争取早日康复，那样他和海玲就可以办婚礼了。海玲，你这样子，下次我都不敢和你说那3个字了。陆东明赶紧说道，我高兴，高兴，不会影响我睡眠的。老婆，我之所以这么高兴，主要是你对我说爱语说的太少了，我没有安全感，总觉得你不够爱我，我总担心你是因为愧疚才会接受我的感情。海玲好笑的道，东明，我不是3岁的小孩子，我都30几岁了，又离过1次婚，对待再婚这件事，我是慎之又慎的，绝不可能儿戏。我对你若没有情意，不会嫁给你。不是愧疚，你当初出车祸，并不是我的原因导致的，所以我不可能因为愧疚嫁给你。海玲理智得很，用她的话说，她是离过1次婚的女人，在感情上栽过1次跟斗，对于再婚这件大事慎之又慎，既要相互有情有感情基础，又要对方以及他背后的家庭能够完全接受他母子俩。陆东明做到了这一点，他才会答应陆东明。陆东明爱他，他后来也爱上了陆东明。陆东明视洋洋如亲生，经历了陆东明的车祸，陆家人看待2个人的感情也看开了，只要陆东明幸福，只要陆东明愿意结婚，他娶谁就娶谁吧，他都快40岁的人，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没有天天把爱语挂在嘴边，不就是我工作太忙吗？况且我觉得咱俩都这般大年纪了，感情属于深沉的，不用挂在嘴边。你知道我爱你，我知道你爱我就行。陆东明说道，老婆，咱们敞开心扉，说出心里的话，不用相互猜疑。我现在知道了，以后就不会胡思乱想，不用担心你不是真的爱我，你不会离开我。傻瓜，海玲嗔了他一句，在你面前我就是个傻瓜，患得患失的。海玲说道，咱们领证前我就问过你，会不会后悔？不会后悔，咱们就领证。说过此生你不离我便不弃。他对待感情一直都是认真的，包括对周鸿林。以前他是真的很爱周鸿林，2个人是从校服到婚纱，相恋多年。若非深爱，他也不会婚后就辞了工作，甘愿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替周鸿林生儿育女，一片深情，尽心付出，换来的是背叛，是嫌弃。他都想过封住心房，余生不想再碰情爱，就守着儿子过一辈子的了。是陆东明的追求，他的执着，他的深情慢慢感动了他，他才找回信心，选择再相信一次爱情，希望这一次的感情是正确的选择，他能够和陆东明携手共度余生。海玲，我爱你，很爱很爱你。我也是，快睡吧，再不睡天就亮了。好，夫妻俩总算结束了通话。陆东明在海玲挂断电话后，他想了想，便发信息给自己的秘书，吩咐秘书取消他接下来1个星期的行程，天亮后帮他安排一下。他要坐飞机飞往江城，老婆此刻需要依靠，他便是他的依靠，哪怕不需要他做什么，他在他身边陪着他，他也会觉得心安不少的。
隔天，海玲睡到中午才起来，她是凌晨4点多勉强睡着了，这一睡就睡到了中午醒转，从床头柜上摸到了手机，将手机拿到手里一看时间，居然快中午12点了。海玲一个咕噜就坐了起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换过衣服，洗刷完毕，然后下楼去。1楼安安静静的，只有海玲走路的声音在屋里回荡着。凤晴，凤晴。海玲连叫了凤晴2声，也没有收到凤晴的回复，猜测凤晴可能出去了，或者在院子里。屋里还能闻到饭菜的香味，说明午餐是准备好的了。海玲便往屋门口走去，刚走到屋门口，就看到凤晴带着方瑶迎着几个人走回来。海玲眼尖的看到了丈夫陆东明坐在轮椅上，由他的贴身保镖推着轮椅，另一名保镖则拉着一个行李箱。凤晴和方瑶的手上也没有闲着，提着大盒小盒的礼品，是陆东明带过来的管城的特产。凤晴看到陆东明带来了这么多礼品，当时就说陆东明，现在海玲是凤家大宅的主人了，你是海玲的丈夫，这里等于是你的家，你不用买这么多东西带过来的。孝敬表姨的。陆东明一句话就让凤晴笑着收下了大盒小盒的礼品。他是比海玲小了几岁，但论辈分的话，海玲还真的得叫他一声表姨。陆东明和海玲是夫妻，自是跟着海玲一起叫他表姨。海玲起来了，凤晴看到了站在屋门口的海玲，笑着对海玲说道：海玲，你看看谁来了。陆总听说你睡不着，放心不下，大清早就起来赶飞机，刚刚才到的。海玲走下台阶，走向一行人。东明，你怎么要过来也不说一声？看到丈夫过来了，海玲是很开心的，脸上的笑意想遮掩都掩不住。保镖看到自家4少奶奶来了，自动让位置，让海玲推着陆东明走。我想给你一个惊喜。陆东明也是满脸的笑，下一句又压低声音说道：不敢嚷的全世界都知道，怕洋洋会哭着跟过来，他明天还要上幼儿园呢。也有他的私心，他想和海玲过2人世界。洋洋这个孩子是很懂事，但还是个人，他的存在对于新婚夫妻来说就是一盏超级亮又拿他没办法的电灯泡。洋洋知道你自己过来，不跟他说一声，回头又要说你了。海玲说道。陆东明嘿嘿的笑，到时候他多买些玩具哄一哄洋洋，那孩子也很好哄的。我会跟洋洋说我刚好过来出差。出差吗？当然不能带着他，再说了他还要上幼儿园，时间上不方便。海玲笑，知道他说的是谎言，他就是因为他过来的，理解他内心的焦虑，所以他来了，给他当靠山，让他依靠。是他行动还不便，但他的脑子还是很灵活的。管理大公司做生意，陆东明比他老练，比他有经验，有他在旁边指点一下，帮他分析分析，他也不至于2眼一抹黑。你公司也很忙，过来了，公司的事怎么办？我养了那么多管理层，他们还处理不好公司的事，那我养他们做什么？再不济，还有我3个哥哥呢，他们闲时会过去帮我看看，苏南和战印也会帮我看着，放心吧。陆氏集团不会因为我走开后就倒闭的。对此刻的陆东明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的老婆更重要。陆氏集团有他3个哥哥帮忙看管，还有那么多他培养提拔起来的管理团队，不用他操心。谁叫他现在是个残疾的呢？哥哥们一旦抱怨，又要帮他打理公司，他就说他是个废人了，走路都费劲。然后哥哥们就心疼了，什么都不再说，老老实实的去帮他打理公司。一行人进了屋，先吃饭吧，凤晴说道。进了屋里，屋里有暖气，陆东明顿觉得热。海玲懂他，马上就帮他脱下外套。我带你去洗手吃饭。海玲搀扶起他，要扶他去洗手。陆东明说道，不用扶我，这么短的路，
我还是能走得了的。说着，他示意海玲放开他，他自己走去洗手。海玲也放开他，由着他慢慢地走去洗手。凤晴没有让佣人进来伺候，便是他和方瑶进厨房里，将做好的菜端出来，摆在小餐桌上。凤家大宅有几个餐厅，一大家人聚餐时，就在小餐厅旁边的那个餐厅。那个餐厅里有一张可以同时坐下20个人的长餐桌。若是请很多人过来吃饭，像平时的家宴，请上族里的人则在最大的餐厅设宴。此刻就4个人用餐，便在最小的餐厅吃饭。海玲、东明，这些菜都是我们方先生亲手做的，你们尝尝他的厨艺。凤晴边招呼着小七俩，边说着今天的饭菜都是方瑶下厨准备的。方先生烧的菜啊，那我可得好好品尝。我去拿瓶好酒来，咱们喝2杯。海玲扭身就去拿酒，反正今天她不用回公司。凤晴和方瑶想来也不出去，就喝上2杯。方瑶笑道：“我只会烧几道家常菜。”凤晴说：“她谦虚是美德，但也不能太谦虚。以你的厨艺，就是满汉全席你都做得出来，全能助理呢，自然也会做菜，不仅会做菜，烧的菜还很好吃。5星级大厨跟方瑶的厨艺比，都不过如此的。”方瑶眼神深深地看着凤晴，深情地说道：“我是为了让小姐能吃得好，苦练的厨艺，只要小姐喜欢吃什么，我都会做给小姐吃的。”咳，海玲和陆东明不约而同地轻咳几声，提醒着2个人别忘了这里还有他们小夫妻俩呢。凤晴的脸竟然红了，明明她和方瑶也没有做什么，就是方瑶对她说了句甜言蜜语而已。你们俩的狗粮，我俩也吃得够多的了，现在让你们俩吃一波我俩撒的狗粮吧。脸红的凤晴转身面对着眼神里带着调侃的海玲，说得理直气壮的。海玲笑：“你这话说的，我竟然无从反驳。老公，来坐下，我给你盛碗汤，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加。”海大小姐很上道，马上有样学样，撒狗粮给凤晴吃。陆东明说道：“我又不挑食，你给我加什么菜我都吃的，先来碗汤吧。”他很配合，不过平时夫妻俩相处时也是这样互动的。他照顾海玲，海玲也照顾他。海玲帮他盛了1碗汤，又给他加了1筷子的菜。陆东明马上就加了1筷子他爱吃的菜放进他的碗里。凤晴和方瑶坐在他们俩的对面。陆总这次过来打算待多久？凤晴是说陆东明住进凤家大宅也等于是回家的话，心里清楚陆东明的地盘在管城，他的事业，他的亲朋好友全都在管城，还是喜欢待在管城的。等我老婆工作稳定了，我再回去。陆东明答道。他是打算住到海玲在凤家站稳脚跟。凤晴笑笑，看向海玲，说道：“海玲，你这一次选对了人，以后有他陪着你，不管前路有多大的风雨，他都会不离不弃的。”海玲又给丈夫加了1筷子的菜，那是选错1次了，第2次谨慎点，当然要选对人才行。他和陆东明对视着，深情地说道：“我们说过的，他不离，我不弃，白头到老，还要早点生个女儿，哈哈。有没有人催你生2胎？应该还没有人明目张胆催你生2胎吧？那就让我这个姨来当一次坏人，早点生个女儿，既是给陆总留个后，也是给我们凤氏家族生个接班人。就生一个接班人可以了，不必生备胎，免得重蹈你外婆和我妈的老路。”凤晴提醒海玲，只需要生1个女儿便可。若是有2个女儿，一个女儿成了接班人，另一个女儿什么也捞不着，她肯定会觉得不公平，心生不甘，就会滋生野心，然后像她妈一样，为了获得想要的一切，连亲情也斩断了。斩断亲情不说，上位是踩着自己亲人的尸体上去，这就太无情，太冷血了。凤晴是不希望凤氏家族在接班人这件事上再出现那样的事情。海玲认可凤晴的话，
她说道：“我年纪也不小了，再怀孕生娃便是高龄产妇，只生2胎就不打算再生了。但凤家的接班人必须是女儿，你很难保证你的2胎就一定是个女儿。不过可以用高科技干涉一下，让你2胎一定生个女儿。”凤晴说道。陆东明在这个时候接过话来，人为干涉，女人要吃很多苦，我不愿意海玲吃那么多苦，顺其自然吧，过1-2年稳定了，我和海玲再要个孩子，是儿子是女儿听天由命，看我夫妻俩的运气。试管婴儿，女人是要吃很多苦头的。陆东明不愿意让爱妻吃那些苦头。明年就可以备孕了，再过2年，海玲年纪更大，怀孕生娃就会很累，女人年纪越大，孕期就越累，年轻时各方面都好，孕期反而没那么累。凤晴端着长辈的架子，让2个人明年就开始备孕。以海玲的能力，我相信花上1年的时间，她就能稳住凤氏家族的了。如今的凤氏家族族人，也没有以前那般齐心，他们拧不到一块儿，也就成不了气候。家族里的年轻人能进凤氏集团总部的都不多，大多数是在凤氏集团的子公司里上班，与那些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的，一个月累死累活拿个4-5千块钱，并不会因为他们是凤氏家族的族人就能获得高薪的工作。没有能力的，又好吃懒做的，就连子公司都进不去。凤月活着时就说过的，凤氏家族的公司里不养闲人，想浑水摸鱼白领工资的做梦。身为凤氏家族的人，他们最大的好处就是逢年过节能从凤氏集团那里拿到节礼以及一个大红包。这种节礼年礼以及大红包就是统一的，不看年龄，不看辈分，统一发放，人人都有份。刚出生的小娃娃也是这么多，80岁的老人家也是这么多。海玲想了想后说道：“那就顺其自然吧。我若是没有女儿，还有彤彤和小飞呢，他们俩总能生个女儿吧？战奶奶认识的那个厉害大师说过，海彤和战印属于儿女双全的命格，这对小夫妻肯定会有一个女儿的。商小飞说不定婚后也能生个女儿。总之，不会让凤家没有接班人的。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这些让人心情不太好的话题。”方瑶笑着错开话题，招呼大家品尝他亲自下厨烧的菜。大家都笑着切换了话题。饭后，2对有情人很自然地在院子里散步。现在的凤家大宅，佣人比以前少了很多。凤晴不喜欢那么多人，海玲性格和她一样，同样不喜欢请太多的佣人。况且如今大宅里的佣人基本上都是商太太精挑细选过来的，他们办事效率很快，让凤晴很满意。凤月活着时，大宅里的所有佣人，包括管家，都被换掉了，一个不留。凤晴担心他们会被3个哥哥收买，由他亲自辞退那些人，然后让商太太安排人进来。方瑶，明天你就出差去，我会放出一点风声，保证让话传到我3个哥哥的耳里就行。凤晴边走边说道。方瑶默了默后说：“这么快？”他舍不得小姐，早点解决他们，我也能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他们进去后，我爸那里你帮我给他打一笔钱，保证够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就行了。记得告诉他，那是他往后余生的生活费，不要拿到了一笔钱就花钱大手大脚的。按我妈的遗嘱，给他养老的人是我3个哥哥，我可以看心情，乐意就给他一点钱，不乐意就可以不给的，终究是亲生父女。他是不疼我这个女儿，奈何我身上流着他的血，我就大度一点，不和他一般见识了。基本的生活费会给他，不会让他饿死。郑华回到老家生活的很是滋润，凤晴是知道的。他是没什么钱，但他3个儿子对于老家的人来说属于大富豪了，每个人每个月给他几万、10几万的生活费，让他在老家生活的风风光光的，请了几个保姆阿姨照顾他呢。方瑶停下来，凤晴也跟着停下来。怎么了？凤晴看着他，
你不想按照我的计划去做。小姐安排我去做的事，我都会去做，就是小姐能不能缓2天再做？我担心。方瑶，凤晴表情变得严肃，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我有自保的能力，你也有保护我的能力，我只会受点伤，不会有生命危险的。看一眼走在前面的海玲夫妻俩，他们没有留意到2人停下来，距离拉开了。趁海玲他们不知道，凤晴飞快地扳住方瑶的脸，略踮起脚亲上她温热的唇瓣。方瑶立即就搂紧她的身子，化被动为主动，加深了这个吻。2个人属于郎有情，妹有意，不过亲密的动作，方瑶不敢主动，向来都是由凤晴主动。在方瑶的眼里，凤晴是他要守护一生的人，也是他的主子，他在凤晴面前始终是恭恭敬敬的。他若是主动，总觉得他在冒犯他的主人；若是凤晴主动，那他就不客气了。结束了深情的一吻后，凤晴气息有点浅，方瑶搂着她不放，让她靠在他的怀里，调整好气息。方瑶，我想早点嫁给你。凤晴轻轻地说道，解决了麻烦，不用再分心，安心和海玲交接。等海玲稳定了，我们就可以离开，然后咱俩去领证结婚。麻烦事1天不解决，我就无法安心。不能安心，咱俩就算结了婚，我的心都定不下来。方瑶轻摸着他的脸，眼底的柔情浓于酒。他深情地保证，好，我按小姐的安排去做，保证不会让小姐有生命危险的。若是小姐有生命危险，她也不活了。反正她生是凤晴的人，死是凤晴的鬼，一辈子生死与共。走在前面的海玲扭头看，凤晴才拉着方瑶快步往前，嘴里说道，就这么说定了。下午我陪海玲夫妻俩去乔家拜访一下乔董，你不用跟着，我让保镖跟随就行。好。方瑶知道他决定的事，他是无法改变的。下午的时候，凤晴带着几名保镖，陪着海玲夫妻俩前往乔家拜访一下乔董。乔家与战家已经是姻亲关系，海家和战家也是姻亲，海玲和乔家来往也算密切。凤晴身边没有方瑶跟着。隔天周一，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凤氏集团的人照样没有看到方瑶跟在凤晴身边，一连几天都没有看到方瑶。凤晴告诉大家，方瑶出差了，他让方瑶去外省给他办点事，估计要10天半月才能回来。这消息传到了郑一帆兄弟的耳里，他们请了几天的病假，收到消息后就病好了，回到了公司上班，性子也没有收敛，还像以前那样在公司里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海玲安排下去的工作，别人都会按时完成，郑一帆兄弟3个总是拖拖拉拉的，被一催再催，勉强完成，结果不能让海玲满意。看看你们交上来的方案及报表，乱七八糟的，像什么样子？你们坐在副总这个位置上，拿着高薪就是这样做事的，你们做出来的事对得起你们的工资吗？总裁办公室里，海玲坐在半月形的办公桌内，郑一帆兄弟3个被他叫了上来，站在办公桌前。海玲将他们交上来的工作成果重重地掷到了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满脸怒火，带着他们就是一顿骂。郑一帆拉开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海玲，谁让你做的？在公司里请叫我凤总，我已经改为凤姓，以后我叫凤海玲。海玲强势地打断郑一帆的话，呵斥着郑一帆站起来。就你们这样的工作态度，哪家公司能容忍你吗？3位郑副总，我严肃地警告你们，若是你们再以这样的态度不改正的话，休怪我不客气，我可不管你们是谁的儿子。凤氏集团不养闲人，不养浑水摸鱼的人。凤总，这些事情以前都是别人做的，我们很少会做这样的事，真让我们做，我妈也会教我们怎么做。你现在取消了我们的秘书，让我们自己做，我们哪做得来？
我们大小也是个领导，领导懂得安排工作给下面的人做，会管理就行了。海玲一接手凤氏集团，就取消了郑一帆兄弟3人的小秘书，很多事情平时是由下属们做的，海玲要求他们亲力亲为。说实在的，别说兄弟3个存心的，就算他们认认真真也做不好。他们习惯了使人，向来是指挥别人帮他们做事，反正他们是副总，又是总裁的儿子。凤若活着时，那会儿凤若是接班人的身份，他们是凤若的哥哥，在公司里那是横着走，也没有人敢说什么。想起那几年，他们兄弟3个在公司里，可以说是和凤若一样呼风唤雨的，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管理多了去，就是出去谈生意，客户也会给他们面子，愿意与凤氏集团合作。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在公司渐渐被架空，变得不重要了。曾经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狗腿子，一个个离开了总部，要么是被辞退，要么是被安排到子公司去。是从凤晴崭露头角开始吧。以前他们总以为凤晴是个乡巴佬，烂泥扶不上墙，瞧着又软软弱弱的，没什么用。就算凤晴做出了成绩来，他们也认为是方瑶帮忙的结果。直到他们察觉到母亲越来越倚重凤晴，公司里的高层管理对凤晴越来越恭敬，他们才反应过来，凤晴骗了他们，她扮猪吃老虎，一点点地架空了他们。可惜他们反应得太慢，母亲的心已经严重偏向了凤晴，视凤晴为真正的接班人，他们在公司就是混吃等死的份了。母亲走后，他们在公司的日子更加难过。兄弟3个明面上干脆就自暴自弃，天天就是回公司露个面就离开了，要不就是在公司里打游戏，反正工资照领。被凤晴抓到了几次，他严厉批评警告过他们，他们也不放在心里。如今海玲一上位，就拿他们开刀。